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吗？欢迎收听由冥界录音室为你演播的民间恐怖故事。它曾经是繁华都市的象征，高耸入云，俯瞰整个城市的灯火辉煌。如今，它却如一座被诅咒的孤岛，矗立在迷雾之中，静静注视着那些闯入者的到来。霓虹塔，这座350米高的巨人，见证了无数辉煌的过去，也掩埋了无数不为人知的秘密。你相信一个地方能吞噬人的灵魂吗？那些进入霓虹塔的人，有的失踪，有的带着不可言说的恐惧逃了出来，但他们都在低声诉说同一个传闻：那座大楼里藏着某种无法解释的力量，它看着你，听着你，等待着你，逃不掉，也躲不开。即使你离开了，也许它早已追随着你，潜伏在你的耳边，低语着让你回去。你是否也能听到那从远方传来的低语声？它在呼唤着。不如先把灯打开吧，接下来的内容可能比你想象的更黑暗。霓虹塔曾是这座城市的骄傲，350米的雄伟身躯，高耸入云，设计前卫而独特，像一根指向未来的箭矢，矗立在城市的中央，俯瞰着浩渺的港湾与滔滔海浪。10多年前，塔楼开幕时，曾吸引了无数的投资者、商界精英和科技创新者。它是现代化的象征，是每一个向往繁华与成功的人心中的灯塔。那时的霓虹塔不仅是高雄的地标，更是亚洲商业的枢纽之一。每当黄昏降临，塔楼的外立面会随着夜幕的降临而灯火辉煌，灯光璀璨，反射在玻璃幕墙上，仿佛这座城市的脉搏在闪烁中跳动。无数游客从世界各地涌入，争相登上观景台，俯瞰这座城市的灯火辉煌。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到来，曾经的辉煌转瞬即逝，管理层的腐败与内外勾结将霓虹塔推向了深渊，投资者纷纷撤离，金融纠纷与债务危机将它拖入了万丈深渊。如今的霓虹塔依旧矗立在高雄的天际，但它再也不是那个让人仰望的象征。大楼内的公司早已迁出，曾经热闹的商业区变得空空荡荡，无数的办公室空置着，长时间无人打扫，地毯上布满了尘土，空气中弥漫着发霉的味道。楼内的大堂曾是迎接客户的场所，现在却只剩下几盏昏暗的灯，映照着漆黑的角落。玻璃门已经有些发黄，铁栏杆生锈，半开半关的电梯偶尔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轰鸣声，仿佛大楼本身正在承受某种无法言说的重压。白天，这座塔楼就像是一座废弃的巨人，默默地站在那里，没有人驻足，偶尔会有几个人经过，但更多的是低头匆匆而过。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回荡在空旷的大厅中，仿佛打破了沉寂，却又迅速被无情的吞噬。每当阳光照进这座庞大的建筑，玻璃窗上的尘土和雾霾让阳光透过变得昏黄，空气沉闷，仿佛每一寸空间都被遗忘，甚至连风都不愿进入。而到了晚上，霓虹塔更显得阴森可怖。大楼外的霓虹灯已经几乎熄灭，偶尔亮起了几盏灯，如同死寂中的昏暗眼睛，冷冷地盯着过路的行人。大楼内的电梯大多停运，只有少数几部老旧的电梯还在缓慢地上下运行，但它们的声音却格外刺耳，仿佛时间在这里停止了。曾经豪华的大厅，现在被一层灰尘覆盖，连曾经的接待员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无数未曾清扫的积尘。即使在这样一个夜晚，偶尔也会有一些人因怀旧而来到这里，他们或是曾经的企业高层，或是曾经来过的商界精英，心中还留有些许对这座塔楼曾经辉煌的记忆。然而，他们的脚步总是匆忙，似乎不敢在这里久留。这里有一种无法言喻的压迫感，仿佛大楼的每一块砖石，每一根钢梁都在隐隐叹息，诉说着它的过往与宿命。一切的喧嚣与光辉都已成历史，而如今的霓虹塔只剩下孤独的影像，矗立在这片曾经繁荣的土地上。
像一座沉默的坟墓，等待着被遗忘。对于林浩来说，出入霓虹塔的一切都显得如此平常。他和几个大学时的朋友决定一同入住这座大楼内的一间临海高层透房。对于身为理性人的林浩来说，这座曾经的商业地标并未让他感到任何特殊的不安，甚至在朋友们的劝说下，他原本打算跳过这座大楼，但为了不让自己显得太过保守，还是决定留下来，试图享受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他们在套房的阳台上畅谈人生，放眼望去，整座城市的灯火在夜色中如星辰般闪烁，海面也随着风的轻拂反射出微弱的光亮。林浩环顾四周，霓虹塔的豪华设施和眼前的美景，让他一时忘却了那些人们口口相传的关于这座塔的阴森故事。但内心深处，某种隐隐的不安感却始终未曾散去。他察觉到周围的空气仿佛在缓慢压迫着他的每一寸肌肤，塔楼中的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一股压抑的气息，仿佛这座巨大的建筑正处于某种沉默的暴风中心，随时可能爆发。当夜幕降临，海面的雾气开始渐浓，星光被浓重的云层遮蔽，显得格外微弱。房间里的灯光变得昏暗，墙壁上偶尔传来轻微的响动，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无声地敲击着墙面。林浩低头看了看那只一直摇动的挂钟，又环顾了一下房间，最后安抚自己，只是风，没什么可担心的。但即便如此，空气中的压抑感依旧让他有些不安。房间的四周仿佛在某一瞬间停滞了时间，空气沉闷的仿佛要将他吞噬。林浩感到一种无形的重力将他的心脏逐渐拉向深渊，只是他不愿承认自己有些恐惧那种来自不明的无法解释的压力。夜渐深，朋友们也陆续进入了梦乡。林浩躺在床上，强迫自己放松，不去想那些让他不安的事物。但就在这时，他突然感到一股寒气穿透了被褥，瞬间爬上了脊背。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睁开眼睛，发现房间的温度骤降，仿佛一股冷风从地下悄然涌来，连呼吸都带着刺骨的凉意。林浩猛地转过头，他的视线落在床头的挂画上，那幅画一直挂在墙上，今天早上他还看过，可是现在他的边框轻微的晃动，似乎被什么无形的力量轻轻推动。林浩微微皱眉，心中涌起一种不祥的预感。正当他准备伸手去调整画框时，一阵突如其来的脚步声打破了房间的沉寂，步伐缓慢而沉重，像是某个沉睡多时的巨人从遥远的角落走来。谁？林浩低声问道，心跳开始不自觉的加速。他起初以为是朋友们起夜，也许有人在外面走动，然而他随即推开卧室的门，却发现门外空无一人，整层楼都静悄悄的，仿佛没有任何人存在过。这一瞬间，林浩心头一紧，一股莫名的寒意弥漫开来，四周的寂静让他不禁怀疑自己的耳朵，那个脚步声究竟从何而来？他忍不住转回房间，再次注视那幅微微晃动的画。随着房间中的每一秒流逝，林浩的心脏跳动变得更加沉重。画框没有因为他试图去调整而恢复平静，反而愈加剧烈的摇晃。林浩的目光紧盯着那幅画，他的思绪渐渐模糊。突然间，他意识到那幅画不应该在这儿，这幅画并不是他记忆中的那一幅。他曾经清晰地记得自己进房间时看见的是另一幅画，画面上描绘的是一片蔚蓝的大海，宽广且无垠。而现在这幅画的画面竟然变了，画框中的景象变成了一座暗沉的废墟，四周环绕着被风沙侵蚀的破败建筑，空无一人，死寂无声。画面中那阴暗的天空像是沉默的监视者，盯着每一个闯入者的灵魂。林浩的头脑开始一片混乱，他从未见过这样令人不安的图画。更让他困惑的是，这幅画框的位置似乎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之前他挂的笔直，如今却微微歪斜，仿佛在某种未知力量的作用下悄悄发生了改变。这是怎么回事？林浩低声自言自语。他忍不住走向画框，小心翼翼地伸出手去触摸。突然，
手指触碰到一股冰冷的金属感，震得他一阵发麻。那一瞬间，他几乎能感受到一种冷漠的力量正在从画框传递到他的手心。就在他正要将画取下时，房间里突然传来一声沉重的响动。那声音来自房间另一侧，仿佛有某种东西被猛地推倒。林浩猛地转头，只见房间的一角忽然显现出一片浓雾，缓缓弥漫开来。雾气中似乎有些人影在缓慢移动，模糊不清，像是某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存在。林浩的心跳剧烈加速，恐惧像一把锋利的刀刃，割裂了他脆弱的理智。他猛地意识到房间内的一切都不对劲。此时林浩内心的怀疑和恐惧不断加深，他开始拼命回想，是否有什么细节被自己忽略了，是否自己刚才的动作是由什么不明的力量操控。而他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所看到的挂画、房间的布置、墙上的画框似乎正在不知不觉间改变。这一切的变化是否预示着什么不祥的征兆？他愈加不安，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再忽视这些异象。然而深陷其中的他也难以回头。霓虹塔，这座曾经辉煌的建筑，是否也在冥冥中指引着他走向一个不可逆转的命运？一切似乎才刚刚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林浩和他的朋友们在霓虹塔的停留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安定。最初这些灵异现象似乎只是偶然的巧合，大家互相安慰，认为那只是由于环境压迫、疲劳或压力过大所致。可是随着每晚的临近，情况变得越来越离奇，越来越无法解释。最初的异象是声音，林浩和朋友们常常在夜深人静时听到耳边传来低语声，那种轻微的呢喃，像是有人在悄悄说话，但又无法辨别具体内容。每次停下来听，声音便会消失，仿佛一切都只是幻觉。起初大家只是笑笑，觉得这可能是风声或是建筑老化所带来的杂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低语声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有规律，仿佛是在无声地召唤着他们。更让人不安的是洗手间的镜子。每当有人站在镜子前梳洗，偶尔会发现镜子里似乎映出了一些模糊的影像，一张苍白的面孔，一双空洞的眼睛。转身再看，镜中的倒影总是恢复了正常，仿佛刚才的一切只是眼花。然而那些影像的存在感却越来越强烈，大家不再敢轻易站在镜子前，生怕一转身就会看到更多不该出现的东西。尽管这些现象无法用理性解释清楚，大家依旧尝试用压力过大或疲劳所致来安慰自己。然而内心的恐惧感已经悄悄在每个人的心底滋生，任何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常细节都变得充满了令人不安的色彩。一个不眠的夜晚，林浩再次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床上，无法入睡。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压迫感，空气似乎变得更冷，房间里的每个角落都弥漫着无法言喻的恐惧。透过窗帘的缝隙，外面的海面黑暗而广阔，像一只无形的怪物，在默默地注视着这座塔楼的每一层。他翻了个身，看到坐在沙发上的朋友小陈正安稳地睡着。小陈是个性格开朗、总能带动气氛的人，在这种幽暗的夜晚，他的安睡似乎给林浩带来了一些安慰。然而不知为何，林浩的心里依然感到一股无法排解的焦虑。他的目光久久停留在小陈的身上，无法移开。突然房间内的灯光闪烁了一下，犹如昏黄的眼睛在无声的注视。闪烁的光芒让房间的氛围变得更加诡异，仿佛整个空间都在隐隐作响。林浩下意识地感到一阵寒意袭来，站起身来走进沙发，轻轻摇了摇小陈的肩膀，试图唤醒他。然而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小陈的眼睛猛地睁开，那双眼睛空洞无神，深邃而漠然，仿佛失去了所有生气。林浩一愣，心脏猛地跳了2下。小陈的声音没有丝毫温度，低沉且沙哑，仿佛不再是他熟悉的朋友，而是另一个人。不要吵我，否则你就完了。林浩呆立在原地，脸上骤然一阵发愣。
背脊传来一阵寒流，那句低沉而压迫的话语如同死神的预兆，逼得他几乎无法喘息。小陈的脸色苍白，嘴角微微抽搐，而他的眼神却没有一丝温度，仿佛没有任何生气。那不再是小陈，林浩甚至能感受到，小陈的身躯在某一刻仿佛变得陌生，像是被某种不可见的力量操控着。你怎么了？林浩的声音颤抖着，几乎不敢直视小陈的眼睛。他的心跳如同一颗跳动的石子，剧烈而无法控制。小陈依旧没有反应，只是嘴角微微上扬，似乎在微笑，又似乎在冷冷地嘲笑林浩的恐惧。他的身体不再像往常那样轻松，整个姿势变得僵硬，仿佛被某种无形的桎梏所束缚。林浩的手心已经出汗，心底的恐惧已经淹没了理智。那个他一度熟悉的朋友，现在却在面前变得无比陌生。小陈，你在开玩笑吗？林浩低声问道，心脏像是被一个无形的手紧紧握住，喘不过气。小陈依旧不答，只是继续低声重复着那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话：不要吵我，否则你就完了。林浩的脑袋一片空白，无法理清眼前所发生的一切。那个熟悉的朋友小陈，怎么可能会变成现在这个模样？他曾经那么开朗、乐观、热情，而现在他的眼神空洞，话语冰冷，仿佛是某种无法理解的存在借尸还魂。林浩的心跳如雷鸣般震耳欲聋，他的思维完全混乱，脑海中充满了难以想象的恐惧和疑问。他顿时后退几步，想要离开小陈，却发现自己再也无法移动，仿佛周围的空气已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所束缚。空气越来越沉重，房间的温度骤降，呼吸也变得困难。那股无形的压力让他喘不过气，仿佛整个空间都在收缩，迫使他陷入更深的恐惧之中。就在此时，小陈缓缓坐起身，眼神空洞地注视着林浩，嘴角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低声说道：我说过了，别吵我。林浩的心脏几乎要跳出胸口，他的身体僵硬的仿佛被钉在了地板上。小陈的笑容越来越明显，眼睛却空洞的如同深渊一般，无底的黑暗在其中蔓延。那笑容仿佛在嘲笑他，嘲笑他以为自己能控制一切。但此刻林浩知道自己不过是一个无力的旁观者，这一切早已超出了他的掌控。林浩感觉自己每次呼吸都变得困难，空气中的每一分变化都被放大，所有的感官仿佛都被无限压迫。他的手指微微颤抖，想要伸手去摇晃小陈，试图唤回那个熟悉的朋友，却无法动弹分毫。每一次小陈的呼吸都变得越加沉重缓慢，仿佛他不是一个活人，而是某种无法言喻的存在，正在从林浩的眼前慢慢升起，逐渐变得愈加恐怖。这一刻，林浩知道他们所面对的不再是现实，而是某种无法逃避的深渊。林浩的心情依旧沉重，身边弥漫着无形的压力。小陈的异变让他对霓虹塔产生了无法抑制的恐惧与疑问，他不再满足于简单的安慰和解释，想要找出真相，弄清楚大楼内发生的那些奇异事件，找出背后的黑暗力量，是他唯一的出路。于是林浩开始悄悄调查霓虹塔的过去，逐步挖掘它隐藏的秘密。他先是联系了一些曾经的工作人员和住客，尝试通过他们的回忆找出一些线索。渐渐的，他得知了关于大楼的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消息。原来霓虹塔并非一座普通的大楼，它的历史充满了神秘和不幸，甚至可以说这座大楼从一开始便被笼罩在一层无法摆脱的诅咒中。早在塔楼建设之初，就有传言称建筑工人在施工过程中发生了多起意外事故，一位工人甚至在大楼建成的过程中神秘死亡，至今没有人能够确认真相。尽管官方报告表面上称其为意外死亡，但那些曾在施工现场工作的人却始终坚信那是一种无法言说的谋杀。那个工人的死至今没有得到公正的调查或处理。林浩得知所有这些失踪事件和未解之谜似乎都与大楼的建筑设计有关。
一位曾经的管理人员透露，大楼的建设过程中，曾有一名设计师提出过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大楼的设计不仅仅是现代化的建筑艺术，而是融入了某些古老的元素，特别是塔楼的中庭。它的形状和构造极为特殊，仿佛是一个古老阵法的缩影。这一阵法据说能够镇压那些无法安息的灵魂，但也能激活一些不为人知的力量，迫使他们在大楼内徘徊，寻找安宁。林浩感到一阵寒意，他意识到，所有的一切，从神秘失踪到灵异现象的出现，甚至是小陈的异变，似乎都与这座大楼设计中隐藏的力量息息相关。林浩的调查进一步揭开了霓虹塔的神秘面纱。某位年长的老人透露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真相：霓虹塔的设计师曾是一位痴迷于古老阵法的学者。他在设计大楼时，巧妙地将古代阵法的元素融入其中，特别是在塔楼的中庭处。这里独特的布局形成了一个能够吸引和控制能量的风水格局。有人相信，这个中庭的设计原本是用来镇压那些无法安息的灵魂，尤其是在大楼建设过程中意外丧命的工人灵魂。这个阵法，老人用低沉的声音说，有着强大的力量，它可以锁住不安的灵魂，也可以唤醒他们。每当有人在大楼中陷入绝境，或者当大楼陷入某种危机时，这股力量便会觉醒，释放出一种奇怪的能量，吞噬一切。林浩听着这些话，感到毛骨悚然。原来这座大楼并不只是单纯的建筑，它与某些深不可测的力量息息相关。每当有人的灵魂无法得到安宁时，霓虹塔中蕴藏的力量便会开始觉醒，而这些失踪事件或许正是这种力量释放的副作用。随着调查的深入，林浩逐渐对这座大楼产生了深深的恐惧。每当他独自一人走过空旷的大堂，或是徘徊在安静的走廊里，总会感到一种无形的压迫感。墙上的挂画似乎在看着他，楼道中的灯光时而忽明忽暗，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死气沉沉的味道。他可以感受到，身边的每个角落都隐藏着某种无形的力量，那种力量的存在是无法忽视的。它像一张无形的网，慢慢将每一个胆敢进入的人卷入其中。林浩渐渐开始失眠，夜晚总是异常漫长。他的每个梦境中都被塔楼的影像和无法解开的谜团所困扰。每当他醒来，房间内的气氛就变得更加压抑。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已经被大楼吞噬，是否正在变成那无数失踪的人之一。他不禁开始回忆起曾经发生过的种种事件，那些低语的声音，镜中莫名出现的影像，朋友小陈的异变。这些事情仿佛是大楼黑暗面的一部分，而他也许正在不知不觉地触及这片黑暗的深处。每一刻，林浩都能感受到自己离真相越来越近，同时也越来越远。他知道自己可能无法再逃脱这座塔楼了，而他所能做的，也许只是看着一切慢慢吞噬他。林浩的心情越来越沉重，他决定再一次深入塔楼的地下部分，寻找那些或许被掩盖的真相。直到此时，他才意识到大楼的黑暗不仅仅是灵异现象那么简单，每一条线索都在指向一个更深层次的秘密，而这个秘密不仅仅关乎大楼的设计，更与那些失踪的灵魂、无法平静的冤屈以及那些埋藏在历史中的黑暗有关。他越深入，便越感到自己正被一种不可见的力量推向一个无法回头的深渊。那股力量是那么强大，以至于他甚至怀疑这座大楼本身是被某种邪恶的存在控制着，而他已经陷入了无法逃脱的网中。那天晚上，霓虹塔显得异常安静，安静的可怕。林浩和朋友们一致决定，不能再继续待在这里。他们的恐惧已经超出了理性可以承受的范围，每个人都想离开这座压抑的大楼，离开那些无法解释的灵异现象。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这最后的夜晚将会成为他们记忆中最难以忘却的梦魇。凌晨3点，大家匆匆收拾好行李，决定立刻下楼。电梯按钮在他们按下时，却只是发出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嗡嗡响声，随后死寂无声。
林浩看着黑暗中的电梯指示灯，红光闪烁了几下，最终熄灭。四周陷入了诡异的寂静，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腐朽的味道，仿佛大楼本身在逐渐腐烂。走楼梯吧，我们不能再等了，林浩压低声音说道。他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平静，但心底的不安早已翻涌得无以复加。他们推开紧急楼梯的门，冷风从门缝中渗入，吹得人后背一阵发凉。楼梯间昏黄的灯光忽明忽暗，每一级台阶似乎都发出隐隐的回声，回荡在这狭窄而冰冷的空间里。林浩走在最前面，每一步都显得极为小心，而朋友们紧紧跟在他的身后，谁都不敢发出一点多余的声音。然而他们刚刚走下3层楼，就听到了一阵模糊的脚步声，来自楼下的深处。那声音起初是缓慢的，随着他们每向下走一层，那脚步声便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急促，仿佛某种未知的东西正在从黑暗中逼近他们。是有人吗？朋友小陈的声音颤抖，带着显而易见的恐惧。林浩没有回答，只是加快了步伐。他能感觉到那个脚步声并不是他们的幻觉，而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正快速地向他们靠近。他终于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但这一看让他瞬间毛骨悚然。在楼梯的转角处，他看到了一团模糊的黑影，那影子并非人类的轮廓，而是模糊扭曲的形状，仿佛由无数纠缠的线条组成。它以一种诡异的速度向上攀爬，每次出现，灯光便会闪烁一下，而楼梯间的温度也随之骤降。跑！林浩喊出一声低沉的命令。他知道，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逃离这座大楼。他们一路狂奔，脚步声凌乱又急促，楼梯间的回声仿佛是一个无形的牢笼，将他们的恐惧无尽的放大。然而，无论他们跑得多快，那黑影却始终紧追不舍，仿佛就在他们的身后。冰冷的气息几乎贴上了林浩的后背。忽然，林浩感到自己的手腕一紧，像是被什么东西死死抓住了。他猛地停下，回头看去，却瞬间僵住了。那是一只冰冷的手，苍白到几乎透明，布满了青筋，指甲乌黑而尖锐。那只手力道异常强大，仿佛要将他拖入无尽的黑暗中。他的目光顺着那只手向上看去，看到的是一个惨白的面孔，那面孔毫无血色，眼窝深陷，眼神空洞而绝望。林浩几乎认出了他，那是他在查阅资料时看到过的照片里的失踪住客。救我！那个鬼魂的嘴唇微微开合，声音却像一阵冷风，直接刮进了林浩的耳朵。那不是呼救，而更像是一种诅咒，一种在无尽折磨中发出的哀嚎。快跑啊！身后的朋友用尽全力拉住林浩，将他从那只冰冷的手中拽了出来。他们继续拼命向楼下逃跑，而身后的黑影却愈加浓重。林浩看了一眼楼梯间的墙壁，那上面竟浮现出一张惨白的面孔，眼神空洞，表情痛苦。那些失踪的住客如今都成了霓虹塔的幽灵，他们正用绝望的目光注视着林浩一行人，仿佛在无声地警告他们，你们也逃不掉。当他们冲到1楼时，原本紧闭的大门突然砰的一声自动打开，外面的冷风涌入，将他们冻得浑身发抖。林浩和朋友们几乎是跌跌撞撞地冲出了大楼，冲进了夜色中。就在他们回头的一瞬间，那座霓虹塔依然伫立在浓浓的雾霭中，灯光闪烁，宛如一头沉默的巨兽，注视着他们的离开。林浩和朋友们终于跑到了安全地带，所有人都筋疲力尽，瘫坐在路边。他们彼此对视，眼中满是劫后余生的惊恐。然而，当林浩回头再看向霓虹塔时，他突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异样。那座大楼依旧静静地矗立着，灯光在夜幕中时明时暗，仿佛在呼吸。林浩盯着他，心中升起一股深深的寒意。他想起了老者的话，霓虹塔的阵法能够锁住灵魂，也能吞噬活人。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虽然逃离了大楼，却可能早已成为了他的一部分。就在这时，
林浩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腕，他愣住了，那里有一道深深的红痕，像是刚刚被那只冰冷的手抓过。尽管他已经远离了大楼，那种冰冷的触感却似乎还未完全消失。他猛地站起身，向朋友们喊道：“我们真的逃出来了吗？”朋友们都愣住了，没有人回答他。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诡异的静默，他的声音回荡在空旷的街道上，而霓虹塔的轮廓在远处的雾霭中显得越发朦胧而诡异。或许他们只是暂时离开了，而霓虹塔正在等待他们的回归。离开霓虹塔的数日后，林浩回到了家中，但生活似乎并未恢复平静。他以为逃离那座大楼便意味着一切结束了，然而他发现那种被霓虹塔笼罩的压抑感依旧如影随形，始终无法摆脱。夜晚的家中静悄悄的，只有钟表的滴答声与偶尔吹过窗帘的风声。但每当他即将入睡，总会感到一股莫名的寒意，一种熟悉的让他恐惧的气息仿佛藏在黑暗中。起初他以为这只是心理阴影，但那种感觉却随着夜晚的加深愈发明显。一个深夜，林浩从梦中惊醒，房间里一片寂静，只有钟表的声音在黑暗中回荡。他起初只是翻了个身，却突然听到一阵若有若无的低语声，仿佛有人在他的耳边轻轻诉说：“回来，回来。”那声音是那么的轻柔，又那么的遥远，像是一阵风穿过了耳膜，但却带着一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他猛地坐起身，打开床头灯，却发现房间里什么都没有，四周的家具、窗帘、摆设，一切如常，但空气中却弥漫着一种熟悉的冰冷。是错觉，一定是错觉。林浩试图用理性压制自己的恐惧，但声音却并未停止。它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又像是从他的脑海深处浮现。那低语断断续续，但内容却始终指向一个方向：霓虹塔。他试图忽视这种声音，但每一个深夜，那低语总是如约而至。而最让他感到毛骨悚然的是，声音渐渐变得清晰了。林浩隐约能够听到，其中夹杂着一个个熟悉的名字，那些消失的主客，那些他在调查中曾经读过的名字，那些在大楼中无声哀嚎的幽灵。他们的声音仿佛穿越了时间和空间，成为某种未解的呼唤。林浩开始频繁失眠，他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再正常入睡。他尝试出门与朋友聚会，尝试用酒精麻痹自己，但每当夜幕降临，那些低语声便如影随形。无论他走到哪里，他们都会追随而至。一次偶然的机会，林浩从梦中醒来时，发现枕边放着一张陌生的照片。那照片泛黄，上面是一群建筑工人的合影。林浩盯着照片上的人，忽然意识到，这正是霓虹塔的建设者们，而其中一人正是当初那位神秘死亡的工人。我们从未离开，一行淡淡的字迹在照片背面浮现，仿佛有人在盯着他。冰冷的寒意再度涌上心头。他突然明白，那些在霓虹塔面消失的人并没有被遗忘，他们的灵魂或许早已被封锁在那座塔中，而自己也许已经与他们产生了某种连接。林浩无法摆脱这份恐惧感，他最终意识到，霓虹塔并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它是一个象征，象征着那些未解的谜团，那些无法被时间抹去的阴影。他开始思考，为什么那座塔会吸引他？为什么它像一张网，牢牢将人困住？也许霓虹塔不仅仅是灵异的象征，它更像是一个暗喻。我们每个人都有过去的阴影，每个人都有未解的谜团，而那些被掩埋的痛苦和秘密，永远不会真正消失。它们藏在我们心底最深处，像霓虹塔中的幽灵，伺机而动。这些未解的谜团，就像霓虹塔中庭的阵法，既是压制，也是唤醒。它让人沉浸其中，试图逃避，却又无法自拔。林浩意识到，正是因为未解之谜和过去的伤痛，他才会被霓虹塔吸引，才会一次次靠近危险，却无法离开。某天深夜，林浩终于鼓起勇气面对那低语声。他缓缓起身，站在镜子前，看着自己苍白的脸，
空洞的眼神。他轻轻问了一句：“你们想要什么？”那低语声顿时停止，空气中弥漫着死寂。片刻后，低语声再次传来，依旧轻柔，但却充满了一种深沉的悲伤。回来，我们等你。林浩的手紧紧抓着桌角，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他终于明白，霓虹塔不会停止，它是一座无形的牢笼，将那些接触过它的人一一拉回。那些未解的谜团，那些无法安息的灵魂，不会允许自己轻易逃脱。他转头看向窗外，远处的霓虹塔依旧伫立在夜色中，雾气将它笼罩，楼顶的灯光一闪一闪，仿佛在凝视着他，发出无声的幽情。林浩深吸了一口气，终于低声说道：“也许这场噩梦从未结束。”镜子里的他，嘴角竟浮现出一抹诡异的笑容。他的影子渐渐变得模糊，而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一切是否真的结束，或者他早已被霓虹塔吞噬了灵魂。